OLED 面板12月16日消息，市场研究机构 Trendos 公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10大 IC 设计厂商的排名及营收数据。资料显示，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前10大 IC 设计厂商总计营收达337亿美元，同比大幅增长45%。具体的排名方面，高通第三季度以77.33亿美元的营收稳居第一，同比增长56%。在主要手机大厂持续对于 5G 手机的庞大需求带动下，高通处理器与 RF 射频前端部门营收再度成长，而物联网部门则受惠于消费电子、边缘网络与工业领域的强劲需求，部门营收年增66%，成长幅度最高。排名第二的 Nvidia 依然受益于游戏显卡与资料中心营收的带动，两大产品部门的营收年成长率分别为53%与48%。另外，专业设计视觉化解决方案虽仅占总营收8%，但由于挖矿需求仍旺盛，随着客户积极部署 RTX 系列之高性能显卡，使其产品部门营收年增148%，整体推升营收达66亿美元，年增55%。排名第三的博通 Broadcom， 营收主力来自网络晶片、宽频通讯晶片及储存与桥接晶片业务，受到后疫情时代的混合工作制，企业加速往云端推动，使其晶片需求提高，带动博通营收成长至54亿美元，年成长17%。联发科持续扩展 5G 全球布局，受益于产品组合优化、产品线规格提升、销量增加、涨价效益等因素，手机产品线营收年增达72%，其他产品线的营收年成长率也皆达双位数，总计第三季营收达47亿美元，年增43%，位居全球第四。AMD 则是在游戏、资料中心、服务器领域的 Ryzen、Radeon、EPYC 系列产品出货表现良好，推动总体营收至43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4%，位居第5名。联咏则持续深耕于系统单晶片与面板驱动晶片两大产品线， OLED 面板驱动晶片出货比例提升，其产品数提升与出货畅旺，第三季营收达14亿美元，同比大增84%，为前10厂商当中同比增速最快的厂商。第三季度瑞昱由于网络晶片涨价效应，营收反超赛灵思 Zillow， 排名晋升至全球第8名。而奇景也因大尺寸驱动晶片在电视、监视器及笔记型电脑3个主要产品线均显著成长，大尺寸驱动晶片营收年增111%，带动总营收超过4亿美元大关，年增75%，挤入第10名。整体而言，第三季各大 IC 设计业者营收普遍创新高，前7名业者排序与第二季相同，不过第8名至第10名则再度出现变动。展望第4季，Trendos 认为台厂普遍保守以对，除了因为进入电子产业传统淡季，加上消费性应用的需求放缓，并且用户端长短料时拉货力道降低，营收要再度成长将备受考验。国际大厂除了消费性电子应用产品，聚焦于服务器、资料中心的产品系列发展正向，营收有望维持成长态势。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，随着中国、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纷纷加强对电晶体制造产业的补助，国际电晶体产业协会认为，在2022年底前，全球将建设29座新晶圆厂，明年全球对电晶体设备的投资接近1000亿美元，这两项数据都将创下历史新高。不过，据外媒报道，由于美国用于补贴半导体产业的晶片法案的延后公布，英特尔的2000亿美元的全球大建晶圆厂的新计划可能将会由2021年底前延后到2002年初公布。2021年3月，英特尔 CEO 基辛格公布了 IDM20 愿景，在设立英特尔代工服务 FS 部门之后，宣布重新回归晶圆代工市场。为了加速 IDM20，英特尔宣布投资约200亿美元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Architecture 园区新建2座晶圆厂。F2 和 FW2 对英特尔庞大的产能扩充计划来说，200亿美元只是一小部分原计划，整体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，包括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的新晶圆厂以及世界各地升级设施。近期，英特尔就投资70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建造新晶片。
封装和测试的施工厂，以加强全球半导体生产能力2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，原定2021年底前公布。具体方案主要为美国和欧洲大规模建设专案，但外媒报道，英特尔将延后到2002年初，可能因计划的复杂度，要考虑众多因素的影响。因大规模投资涉及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，英特尔曾宣称会在美国新建一座电晶体制造中心，拥有6至8个电晶体生产线，使用英特尔最先进制程，例如4纳米或3纳米制程和晶片封装设施，且会有专用发电厂。每个电晶体制造生产线成本斥资100亿至150亿美元。基辛格表示，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。更早之前的报道，英特尔将在欧洲分2阶段兴建晶圆厂，第一阶段投资约200亿美元建造2座晶圆厂，然后再建造6座晶圆厂，最终会有8座晶圆厂，成为价值1000亿美元的电晶体制造基地。这部分计划还在等与欧盟讨论资金补贴与财税减免计划。2021年对很多电晶体公司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，产能紧张导致的晶片缺货涨价成为众多半导体厂商业绩大涨的关键。然而，联发科在受益于今天缺货涨价的同时，其天玑系列 5G 晶片在智能手机市场的大获成功，也助力了联发科的业绩大涨。近日，联发科副董事长 CEO 蔡力行在媒体说明会上对外表示，联发科今年营收有望达170亿美元，将较去年成长约 60%， 达到2019年的2倍水准。营业利润达38亿美元，约为2019年的5倍，增长明显。蔡力行表示，今年半导体产业产值有望成长 25%， 是特别的一年。联发科营运成长幅度又将比半导体产业水准高很多，包括手机、物联网、智慧家庭与电源管理晶片，各产品线营收全面成长。联发科今年在全球智能手机晶片市场的市占率达 40%， 相当于全球每5只手机销售就有2只采用联发科的晶片。此外，联发科最新发布的天玑9000处理器，由于使用全新的架构及首发台积电4纳米工艺，效能不输高通骁龙8 Gen 1的同时，能效反而高出 40% 至 50%。Apple、vivo、小米、荣耀等品牌已经宣布2022年推出搭载天玑9000的旗舰手机，联发科在高端市场份额进一步突破。毫无悬念，联发科总经理陈冠洲还透露联发科毫米波 5G 晶片的最新进展。他说，联发科已与美国运营商完成相容性测试，终端手机于2022年量产。除了手机晶片之外，联发科现在 Chromebook 的 ARM 处理器、智慧电视晶片、智慧语音光碟机、蓝光播放机等领域中都是全球第一电源管理及网络晶片，是亚洲第一。对于全球缺芯的问题，蔡力行表示，晶圆的供应是联发科营运一大挑战。不过，联发科与供应伙伴合作很好，明年已准备差不多。联发科会成为客户安心信赖的伙伴，并成为世界级电晶体